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力，我是 Josh。这次呢，北海道的行程共21天，然后其中有9天都是在滑雪。对，我们这次会单就我们滑雪的部分来做分享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滑雪自由行，然后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跨了4个雪场。第一个是手稻，再来是 Kilolo、留寿都以及二世谷滑雪场。那我们这次会分享我们租雪板、住宿还有交通的部分。等一下如果有提到金钱的话，那都是用1个人来计算哦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装备的部分。那因为我们2个人身上只有的装备就是贴身的部分，就是包含雪衣啊、雪裤啊，然后头盔啊、护目镜啊，还有里面的防摔裤，我们就买这些而已。雪靴和雪板的部分呢，我们这次就采用租借的方式。那按照我们上一次滑雪的经验啊，在单一滑雪场租借是很贵。而且如果遇到柜台很多人的话，需要等待蛮长的时间。再加上我们在4个雪场之间移动，然后我们考量它的方便性跟性价比，所以我们后来想到有没有其他方法是可以解决的？真的有哦。我后来在网络上面找到有一家叫做 Go Sport， 它有饭店寄送的服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约好收货的时间、归还的时间，就可以在饭店的柜台去取。他会用寄送的方式去处理，对，但是要补充一点，就是它的雪板跟雪靴其实都是堪用等级而已，因为其实在其他专业的人看起来，这些装备可能就没有像自己买的，或者是说真正在雪场租借的那种设备还要好，所以它就是一个 CP 值高，然后堪用，可以享受滑雪的等级而已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4个雪场之间都是有安排休息日的。所以我们横跨的时间是还蛮长的，总共是15天的租赁时间，1个人大概只花了4600元而已哦。那雪场之间的移动，考量当时在下暴风雪，加上雪板的移动装备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行李，基本上是还蛮多的。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，好像有宅急便的服务嘛，我们就问一下饭店，我们有寄了2次雪板，这2次的寄送，1个人大概是花900元左右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对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滑雪场的部分。第一个滑雪场是手稻滑雪场。对，那我们住的地方是 Vessel Inn。那我们怎么去到滑雪场？我们后来上网之后有找到 Big Run Bus 的预定，在官网上我们预定的是4403次的班次。这个班次的第一站就在我们的饭店附近而已，走路大概只要3分钟。饭店名称是札幌东极卓越酒店。对，对，就是它是一个交通券加缆车的一个 package， 对，所以它是一个套票。这是我们开季的第1个雪场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找一下教练来帮我们恢复一下感觉。那因为我们首先选择的是手稻滑雪场，它离札幌是相对是比较近。那因为我其实是某个 YouTuber 北海道女婿的粉丝，所以我知道他的基地应该就是在手稻滑雪场啊。他自己有开滑雪学校，我找到那个官网，他也开放滑雪课程的预定。那我们总共是2天的教练课。好嘞。费用1个人大概花12000左右，总共在Vessel Inn住了3天，所以1个人是3740块。午餐的话就是都是吃雪场食物啦，3天的午餐1个人大概是900元。还有3日的交通券加缆车票的 package 的话是5121块。对，所以我们整个手稻滑雪场赚完之后大概是22000左右。对。接下来的第2个滑雪场是 Kilolo。Kilolo滑雪场离小樽基本上相对是比较近的，然后加上我们从来没有在小樽住过，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去小樽住宿。第2个雪场 Kilolo 的移动方式呢，我们是有上网预订巴士，那它一样是有6个小时缆车券，对，餐券折抵是500日元。对，那这个巴士的预订呢，去程跟回程是各有2个时间可以选。你在网上就要先选好，因为我们住的地点是在小樽车站前面，它就是巴士的首发的第一站。那其实，在小樽市区都是可以上车的，
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看一下你住在哪里，你的附近有哪一个上车点，就选择最靠近的点就可以了。对，虽然它有表定的时间，但是它名单上的人都有上车之后，他才会往下一个站去移动，所以它时间你如果是越后面的站，它可能会 delay。它早上都会给你一张刮刮乐，对，就是有 A、B、C 猪赏，对，还有真的不会中奖也有。对，我们应该有抽中的是 B 赏是折500，对，跟 C 赏是折200的。它本身有付500块试券，然后你再加成那个刮刮乐的话，哇，它其实可以省掉你很多餐费。不过这个刮刮乐好像是期间限定，它不是每一个时间都有。然后 Kiloro 的用餐蛮贵的，可以讲一下 Kiloro 的用餐真的蛮贵。我们刚好第一天消费的一个披萨，它那个就要1700日币的，就是刚好选到不能折抵的餐厅。它那个包在车里面的10券只能用在某一个餐厅，就是对。我们第一天到 Kiloro 刚好就是烂天气，这都是看人品、看运气。就是你到雪场之后，有些雪道全部都没有开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这就是遇到就是遇到了。对 ，Kiloro 消费的部分啊，我们2天的交通券加雪票，刚刚讲它有餐饮的折抵券，那一个人大概是2700左右。在小樽住宿2天的费用含早餐，一个人大概是2800左右。那我们在雪场的午餐，因为有餐饮折抵券，所以折抵下来之后，一个人大概就是花500左右。Kiloro 滑雪场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搭车回札幌。那我们这次选择住的是 Great Surrey Hotel， 在札幌车站的对面。会选择住这间饭店呢，是因为我们隔天往留多的接驳车就在这间饭店的后方。那接驳车的部分哦，它是免费的，然后一天其实只有1个班次，但是只要你有上网预约，那通通都算。然后它会按照当时预约的人数去安排隔天需要租多少车。要预约的话，最慢一定要在出发前一天下午5点前就要预约好。发车地点呢，大家可以查一下，就在嘉生大楼3号这栋 building。然后必须要先到1楼柜台的报到。领取号码牌、乘车证。然后外面会有蛮多工作人员，只是大家上车就按照队伍排队上车就 OK。我的印象中有发了8台游览车，还蛮多的哦。留寿都滑雪场是我们同行的6个人里面最喜欢的。对，这次就是要升第1名。这次我们体验到它的雪质真的非常的棒，它那个松的程度是刚刚好，不会到松到会陷在里面完全爬不动的那种程度。可以玩到的路线跟各种不一样的天气变化，所以造成那个雪质上也一直在改变，变得很丰富。所以这次我们真的很喜欢在这边。这个滑雪场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它的展望非常的好。当你搭缆车上到山顶之后，可以看到2座山，是哪2座啊？那个靠别岳跟羊蹄山。对，除了2座山之外呢，更远的地方天气够好，是可以看到洞爷湖的。那我们当天有遇到好天气，是真的有看到洞爷湖，我觉得非常清楚，整个湖面泛的金光非常漂亮。留寿都滑雪场的费用就比较稍微贵一些，雪票3天的价格大概是5497，对，好像比其他雪场又贵哦。那留寿都因为是高级度假村哦，它吃的东西都比较贵。我还在一个咖啡厅里面点了一碗，它上面是写拉面，就一来居然是一口，几乎是1口泡面。我的天哪，那个真的超级贵，这一碗要日币880，看这个 size。不夸张啦，脸上写的盘子。但是呢，它很意外的是，它的温泉很便宜耶。对，它的温泉啊，我们在去问票价之前，本来也会非常的贵。非住客也是可以买票入场的，一个人大概是台币300块左右。它里面的大浴场基本上有一个地方是半露天，
然后当时我们遇到有在飘雪，然后一样雪飘在身上，马上就融掉，哦，非常非常疗愈。对，我觉得它除了贵之外，还是有它优惠划算的地方，就是泡温泉，我觉得一定要去。资金如果很充沛的话，当然是住在威斯汀里面，那个体验啊，会感觉一切都很舒服、很爽，然后又有给你置物柜啊，等于说你完完全全不用背你的板子，你就下楼就出去滑雪了，然后回来之后就是泡泡温泉，很舒服。但是呢，它就是代价还蛮高的。如果是雪季的话呢，我大概有查过，双人房不含早餐哦，一个人大概就要12000到14000之间。所以后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，去选择相对比较远的住宿地点。对，但是呢，它是有提供接驳巴士的，好跟他预约就可以了。早上会出，它都很像私家车吧，就是私家箱型车以及私家房车，去帮你把雪板还有你的人载过去。下午结束时间有3个时段让你回来，4点、6点跟晚上8点才对。对，住宿的费用哦，住3个晚上可以压到一个人大概是3900左右。所以我们这是为了压低留寿都的价钱，我们选择了这个住宿。我们留寿都的住宿啊，虽然很划算啊，地点的话就比较麻烦，附近就只有一间便利商店，他自己1楼是做烧肉，我们就比较省钱啦。早餐跟晚餐都是吃 Lawson， 然后只有第一天晚上比较奢侈，我们就吃了它里面的烧肉。它的烧肉意外的好吃，就是我们本来觉得应该是随便弄弄的吧。本来没有期待啦，结果就真的好好吃哦，蛮让我们意外。正如我们刚刚讲的，包括接驳巴士免费嘛，3天的雪票，还有住宿的费用，一个人大概是9440元。那因为我们从留寿都要移动到二世谷是蛮麻烦的，因为我们要从饭店回到度假村，才会有交通车，而且那个交通车是一般的公车，你要拿着行李跟你的滑雪板板带，基本上我觉得会干扰到很多乘客，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去包车。对，包车还蛮贵的哦，算下来一个人就要1400。对，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后来才这么决定的，我们是加入朋友的包车，也许一开始直接用6个人去计算的话，租车公司它会有优惠，但是因为我们是事后才决定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个价钱。对，蛮临时的啦。对。最后一个滑雪场是二世谷滑雪场。哇，羊蹄山露脸了！二世谷呢，因为它是以粉雪著称，所以它太有名了，所以它不管新手老手都很多人。新手吧，就是新手。其实粉雪很好，粉雪对老鸟是非常好的，但是粉雪对新手来说非常的不友善。一旦你摔了，你连爬都爬不起来，一直摔，一直爬，一直摔，一直爬，真的是爬到快崩溃。然后我当天我其实一直在骂脏话，真的是很痛苦。我们快要到下面了，今天好累。对新手超累，因为二世谷它住宿真的非常的贵啊！如果你没有提早半年以前订的话，你根本订不到好的价格、好的房间。所以新手还是等到有一定程度之后再来享受二世谷的粉雪，我觉得会比较惬意。因为二世谷就是因为它的雪道很丰富，对，因为它可以去闯一些野雪啊，一些跟一般雪场不一样的道路啦，所以如果第一次就来，然后基本功还没练好的话，有点可惜啊。二世谷的雪票呢，你可以在 Lawson 买特惠票，很特别哦。对，所以我们买到了立券了它会有1000元的吃东西的券 coupon， 然后还有今天的8小时券，这样一份是6200。Lawson 的雪票呢，它是有包含食物抵用券。所以我们那天的午餐，2人折掉2000之后，一个人只花台币75块，因为它2600啦，等一个主餐跟一个副食，然后我们再折掉2000，那就只剩下600日元。对，那比较有趣的是，我们知道在 Lawson 买是因为看到那个千年艾莎的影片，超酷的，他介绍的很详细。对。我
们后来查了相关的价格之后，找到了一间相对新开的饭店，它是在巨志安站附近，对，叫 Torrefito Hotel 是新开的。对，这个饭店我们非常的推，也有雪板的干燥室。它的住宿费呢还蛮便宜的哦。我们住下来之后，一个晚上一个人大概只要花1250块。那如果你要去住到二世谷的市中心的话，一个人都是5、6千起跳。它在巨志安站，而且他们是有交通车的哦，让你很方便的到雪场去。我们住的算是雅房的形式，它的洗澡跟盥洗要在另外一个地方。不过里面的雅房空间我觉得很大。对，因为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其他地方，应该只能住那种青年旅馆，对，可能是买床的形式。那我们竟然可以住到房间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如果有找房问题的朋友们啊，请可以私下咨询我。我是还对这方面还蛮有自信的。我们二世谷的花费啊，大概加上了包车的费用，还有缆车票以及住宿跟午餐的部分，一个人大概是4136元。接下来总费用回顾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的费用，包括了租借雪板跟雪板寄送的费用，一个人花5500元。再来手到滑雪场，一个人花22041元，包括很贵的教练费哦。然后 Q 的滑雪场呢，一个人花6111元。留寿都则是花9440元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二世谷滑雪场，一个人花4136。对，所以综合以上的费用，我们滑雪的费用一个人大概是花47228。那这个费用呢，占我们21天北海道的行程的费用大概就接近一半了。所以滑雪其实还蛮贵的啦，但是我们已经尽量是在省钱的情况之下去执行滑雪的行程。对。那因为今年是我第6个雪季了，所以其实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我都已经算蛮熟悉的啦。那我们来看看新手今年的想法如何。上一次滑雪是2020年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有找教练，是上团体课程，我们是6个人一起上课，请的是英文教练，可能是外国人吧，他不会知道我们南方来的热带国家来的，就是难得可以滑一次雪，对，很想上山的心情，他不会。我在那年我还帮大家买了上山的雪票，但是发现教练一次都没有使用它。对，我们全部都是在 base 的旁边小斜坡，在练习基本的动作。我最后一趟下来之后，我整个大摔，然后整个背部拉伤，然后回台湾1个月看医生才好。今年呢就觉得也隔了3年了嘛，我觉得我忘的也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就跟菲力讨论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请一次教练。对，手到滑雪场是一个最佳的选择。对，它没有像那个二世谷那么红的一个地方，它没有说像满坑满谷的人啊。所以那个地方做教学，其实是我觉得还蛮适合。这是要谢谢 Jacob 教练，他尽心尽力的帮我们2个恢复了所有的感觉。对，对，谢谢他。他真的帮助我们2个人还蛮大的，因为我们2个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可是菲力在他熟悉的情况之下，他又有进步了很多。他甚至黑线可以 S-turn 了。对，这一次还好，头2天就有，他有把我教会这样。对，我上一次是以大摔收场。刚刚开始学 S-turn 我就受伤了。这一次我觉得我的进步在这么多天下来，我在绿线 S-turn 算是还蛮顺的。最后是停留在自己练习的时候，大概可以做到红线 S-turn 是有机会成功的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今年算是进步蛮多的。总结一下，第一个一定要请教练，教练可以帮忙你非常非常多。第2个呢，新手一定要穿好护具，买好护具，因为你一定会摔得非常非常惨。不要省这个钱，因为我曾经买过1、2千块，然后那个时候是装那个很奇怪，它就看起来像泡棉的东西，然后买超级便宜的防摔裤，结果它只是帮你把那个屁股加厚而已，然后那个震完全没有吸震，那个震就是一样从你的尾椎打进去。然后那一次的雪季，你后来对，我从第1天我就摔了，然后那个就尾椎伤到之后，其实后面几天硬撑把它撑完之后，回来好几个月吧，休息了好几个月，尾椎才终于不会痛。
所以至少花3000块以上买一个好的防摔裤，我觉得这是必要。对，防摔裤之外，护膝还有头盔，这个一定都要有。头盔一定要，头盔一定要。虽然日本人很不爱戴头盔，就看起来好像比较帅啊，但是真的结果自负啦。我是觉得，尤其是头真的不要开玩笑啊。我觉得自己的安全跟健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那对我自己来说啦，因为滑雪外套跟雪裤都还蛮贵的，如果你要买到比较好的话，一套加起来应该都要破万。那还好呢，我有很多老鸟滑雪朋友，那他们都有很多汰换下来的滑雪外套跟裤子，所以帮我省了不少钱。哥哥把衣服传给弟弟的概念。对，以上是我们对于这次滑雪的分享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，可圈可点，第2次滑雪。我现在全身都是伤，摔得超痛的。那其实在雪场上，帅气的人全部都是酸痛跟摔伤换来的帅气。